今天还有一个孕妇呢，她是因为这个又是胎儿偏小，这个胎儿偏小一再的讲，但是很多人就是把握不好，为什么呢？就是比如说有的人，有的孕妇啊，家族有糖尿病史，比如说自己的父母啊、祖父母啊、外祖父母啊有糖尿病啊，困扰了一辈子，所以呢，对自己呢就造成了一定的压力。那么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呢，就在时不时的控制饮食，她自己觉得是在控制饮食，久而久之可能就造成了营养不良。为什么这么讲？因为在早孕期啊，早孕反应是比较重的，很多人本身就吃的不好，营养就缺欠。那么等早孕反应结束以后，好不容易能吃了，哎，这个时候呢又要刻意的控制，在刻意控制的过程当中呢，没有搞清楚这个饮食结构和饮食量顿次的关系，就一味的克制，一味的减量，这样子呢，久而久之就可能造成胎儿的营养不良，最终呢表现在胎儿偏小，无论是儿头啊还是股骨啊，儿头小、股骨短、腹围小等等。这个人就是这么一个例子，他自己家族是糖尿病，所以说他早孕反应过去以后，好不容易能吃了，他就刻意的控制，就不敢吃。那么在测量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就发现他股骨短的比较明显啊，其实最明显的是腹围啊，腹围小就说明孩子还是小嘛，小的再多一点就变成 FGR 了，就是宫内发育迟缓了，换句话说宫内发育不良等等。所以说这个孕期的营养还是要注意的，我们一再的讲啊，肉蛋奶几乎每天都要用的，只是用的量或多或少，但是每天都要吃进去，这是一个。再一个就是饮食的习惯，比如说一日三餐、一日午餐，我们在生活中是不建议时不常的吃东西，对吧？要么一日两餐，要么一日三餐，规律的适当的进食。这是我们非孕期间，但是孕期为了胎儿营养，我们可以做到一日午餐甚至6餐，但是呢，确实每一餐要有每一餐的讲究，不是说每一餐都要吃多少量啊，少量多餐是为了补足这个胎儿的需求啊。如果不注意，它就是会出现2个极端，要么胎儿偏小，要么胎儿偏大。偏小了总是怕有没有发育不良啊，偏大了总是怕会不会糖尿病出现巨大儿等等，这样的矛盾啊，确实我们孕妇有的时候是很难解决的。如果不能解决，那么就一定要仰赖我们医生，尤其是产科医生。我们其实各个医院都有产科的这个营养科来指导你孕期营养。换句话说，孕期怎么吃饭，既合理又长孩子，又不至于让孕妇变成糖尿病、妊娠期糖尿病等等啊，这个是今天想告诉大家的这个问题。